我是286分的 Kevin 教练，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集节目感谢 Empathy 赞助播出。大家可以看到我和勋哥身上这一套就是目前当季最新款。我们两个试穿之后真的是这样，非常的好穿，非常舒服。而且它除了舒服之外又很时尚。对，而且它是从日本来的品牌，所以它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保暖效果相当的好。我这一件我觉得保暖性非常强。你那个看起来就很热。对啊，我已经选了一个比较轻便的，就可能在台湾会比较容易穿到，但它里面也是很保暖。那大家可以赶快，现在快过年了，趁要发压岁钱这一波，赶快去台北的信义 A9，还有台中的星光3月购入。对，没有直接购入了，不用试穿了。真的不会让你失望。对，真的是很好穿。然后呢，我们会提供各位折扣码，所以在下方可以输我们的折扣码，就可以享有优惠，对吧？对，而且我们有2组折扣码。2组吗？就是你线上购买跟去实体店面购买，它都可以。实体店面也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好，那 Empathy 真的是相当的贴心啊。没错。怕大家不知道怎么用折扣码，直接给你折扣券。对，如果你不想去试穿，你可以直接线上购买，折300。所以就是折300。对 ，OK， 没问题。然后呢，我们这集的节目最后也会抽出几位？2位。2位吗？又是2位，2位幸运得主会获得一个保温杯，所以大家在看到影片的最后，然后记得去我们的 IG 留言抽奖。我们今天要干嘛？今天不是只有在拍这个衣服，不是走的，对，搞错。有一个内容的，想说讲完衣服就结束，然后就要杀青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大家其实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呢，我会看到很多球友，他们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一天到晚去练习场。对，相信你应该也算是蛮常去的。我最近比较少。你最近比较少。好，赶快撇清。我最近是有效练球。OK， 那你就对了。那还无效练球的球友，看这集就对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何的有效去练习。怎么说？如何有效的在练习场练球？没错。对。这早上6点很容易打结啊，这脑袋还没有醒过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有效的在练习场练球，那就是讲一些大家平常在练习场会犯的错误，就是你忽略的一些事情。然后呢，顺便分享给各位，今天如果是选手啊，他是怎么练球的，或者说你有请教练，那你该怎么练球，或者说你没有请教练，你自己该怎么去练球。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些秘密全部告诉你。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你在修正动作的时候呢，你要怎么练球？我看过非常多的球友啊，包括学生，他们在练习场的时候呢，其实教练给他的方法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自己练球的时候会发生以下，我们大家会看到这项状况。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练习的时候呢，就会透过比较多的长杆，然后呢会疯狂的去打，然后呢打不好的时候就会一直换球杆。那这个状况其实讲真的会让你更容易打不到球，而且到后面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在管你的动作，你只会一心的想要打出一颗好球。但是其实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状态下，你只是一直做原本的动作，甚至呢你只是靠着运气去打到的那颗球，不是说你真的把这个动作做得确实，然后呢练好你想要练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正确的时候应该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在正确的练习挥杆动作，要修正你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多注意。假设我今天要练习的可能是上杆的部分，那我在练的时候一定要去多注意，我在上来的时候多去试挥个几下，比一下自己的上杆动作，确认它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因为你的习惯它一定是会非常糟糕的。那它在正常上来，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错动作，那我今天上来之后长这样。那你自己其实停下来的时候可以去检查，可以看到。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可以把它调整到你正确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对挥杆的一个观念和动作的这个美感的基础一定要有，就是可以多看选手的动作，那你就可以把它刻
在你的脑子里面知道说，哦，原来这样的动作就是漂亮的，是正确的。这样子你自己在比动作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依据在，不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这个动作就是超漂亮的动作，但绝对不可能，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在练的时候，记得上来，然后可以停下来去检查一下自己现在的动作有没有做到可能教练要求你做的，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去修正的地方。那确认好了之后呢，停住 ，OK 没问题了之后，我们再去做下杆的动作。那一开始可以这样子多空挥几下，去找到你的身体肌肉记忆，然后呢去感受它，把它记在你脑海里面。接着就可以去试着打球。但是呢，一开始打球的时候，不要直接就去做一个全力的挥击，因为你会发现，我在比的时候好像动作都很不错啊，为什么我在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出一样的动作？因为这个时候你只要全力挥击的时候，它一定很容易就变成你习惯的那个方式去打球。所以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把动作拆开来，然后呢轻打的方式，而且要记得一定要拿比较短的球杆。像我现在自己的习惯，我是会拿9号铁。好，假设我今天上杆错误了，那我上来看的时候，我可以把它修正到正确的位置上面，确认好了，然后让身体去稍微记一下这个感觉。接着我再去下杆，轻轻的去拍那颗球就好。然后你不要说哦 ，Kevin， 那是因为你是教练，所以你停下来打到球。没有，其实你只要习惯了这个动作，让自己的顶点停住，然后呢再下去打球，其实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的动作是做正确的，所以你要打到球，它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再来一次哦，好，上去。先去确认好自己的动作有没有做正确，我们再回来看着球，拍出去。所以你看，其实我打的这2颗，它都不会是飞得相当远距离，然后它们甚至可能大概只飞了70码吧。如果你真的打不到，你可以让它用更轻的力道去打，甚至呢，如果做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让它用半挥的方式。先去抓到这个球杆，一样去注意好你的上杆，然后轻轻的拍过去，感觉让它打更近都没关系。可是一定要去确保你的要修正的地方是做出了正确的动作，然后呢，才可以慢慢的去让它连贯在一起。那第2种情况呢，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我该怎么练？相信大家平常练习的时候，常常是发生以下的画面。大家有看到，在练习的时候，常常就会因为拿到 driver 或者是拿到一些球杆，想要打远，然后呢就一直狂吹猛吹。那这个其实在练习场是最没有效率的练法。与其这样，你不如把那一篮球全部都倒下去就好了，或者你去健身房发泄就可以了。打高尔夫，大家会说不要这么用力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太吹的情况下，其实你完全没有办法顾到你的动作。所以呢，平常练习的时候，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是上班族，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像选手一样可以去待在球场一整天。那我们仅有的一些短暂的时间呢，可能150颗球，我要善加的利用。所以像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从后面真的很吹，我可能会切杆，然后呢铁杆，然后小鸡腿和 driver。但我没有小鸡腿，所以我就是用2号铁。然后基本上，因为我现在也没什么时间练习，所以如果有机会练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下。如果对大家你看，就是如果一直吹，就有这个状况发生，而且打不好其实就算了，可能吹得太累，等下就受伤了。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4支球杆，那你的切杆你可能可以是，可能像我是用60度，然后呢铁杆我会选9铁跟7铁，那再来就是2铁，然后呢3号木有时候我会打几颗，但是很少，然后基本上就是 driver。所以呢，这4支杆子基本上它就会去分配了我的150颗球。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球友，他的状态是，他可能会58度，然后52度，再来可能就是 P98764，全部都给他练一轮。那这样子练下来，其实你认真算下来150颗的话，你10支杆子去练，你每颗几乎只练到15颗球。所以这样子下来，其实你每一杆都在做调整。因为今天你的状态不是说你已经是一个很固定的动作，你是一个可能刚入门的新手而已，或者是你一些中阶的球友。那你的挥杆状态还没有这么稳定的情况下，你一直去更换杆子，其实会让你的挥杆状态会一直在调整。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可以一直杆子，像我来的时候，我会先热身，然后呢用60度先去切比较近距离的切杆。打20码，然后呢，可能30、40、50，然后呢，像练习场里面有些会有后面的那种排字，所以你可以去打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排字，打不同的距离，慢慢的从20慢慢打到100，然后呢换其他杆子，所以距离是慢慢的增加上去。那后面呢，其实铁杆我会练的比较多一点，反而 driver 的量我会放的比较少，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去评分这个量。因为就看你自己的状况是哪一支杆子打得比较不好，后面这个人都不会累。好，然后呢，在练习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练习？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刚刚讲的分开这方法之外，再来我们练的时候呢，可以准备一个道具，就是瞄准棒。相信这个瞄准棒大家都看过，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便宜，然后呢经济实惠。但是大家又不喜欢用的东西，瞄准棒它有很大的功用。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看到自己瞄准的方向对不对，或者说你今天想要瞄别的地方，不是瞄你这块垫子瞄的方向，这时候瞄准棒就可以派出很大的用场。另一个重点，你有放瞄准棒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可以透过瞄准棒去看到你自己的引杆有没有做正确，甚至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你下杆挥杆的残影，然后挥杆的这个残影呢，其实你是可以稍微的看到，然后呢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挥杆路径有没有做得非常正确。所以呢，放瞄准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能去了解自己的挥杆。那瞄准棒呢，基本上你可以准备2根啊，如果2根的话，你可以这样放，因为通常你买的那一组里面它都是2支的。所以如果你有2支的话，你可以像这样子去做瞄准，一个是你脚的站位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球杆要瞄准的方向。所以呢，这样你就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站的方向跟你杆子瞄的方向有没有一模一样。那如果你只有1支的人，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前面的这个位置，我会建议放在靠近球的这边。那你可以去刚好观察一下自己上杆的引杆有没有做正确。透过这样子有道具辅助的练习呢，才能去增加你自己在练球的效果，不然你就真的只是在一直狂打猛打白练而已。好，那我们要提到的第3个呢，就是如果我明天要下场，那我今天去练习场的时候该注意什么事情？这边就提供一个下场临时抱佛脚秘籍。假设呢，我今天明天要去打球场，是你熟悉的球场，你已经去打过了几次，所以你大概会知道你会用到哪几支杆子。那你可以去模拟你今天已经在打这个球场的状态。所以呢，你可以让它从第1杆，我要拿 driver 开球，然后呢，我可能自动开去，通常都会剩下也许150，那我会接哪一支杆子？所以呢，就去练你最常会用到那几支杆，也许是 driver， 然后呢，短铁杆，然后切杆推杆，也有可能这个 course 它没有办法拿太长的杆子去开，所以你会用可能长铁杆开球，或者是用3木击推，看你用到哪一支杆子会很多，就是把它拿出来练习，然后呢，去模拟你在真实的打这个球场的状态，所以你的每一杆它几乎都是会换杆子的。看来他模拟的时候打歪了，打到一个需要高抛球的地方，所以呢，真的是要就是去很实际的模拟下场，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慢慢打。我觉得一颗一颗慢慢打也很重要，因为你在下场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重复的这个机会的。那在练习场的时候，因为你
是有很多颗下一颗，但是大家就是往往这样子就松懈了，然后保持那种只有一颗的那种紧张张力要保持好。所以呢，在练的时候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就是抓不掉，赵哥你模拟下场就是要像这样，大家知道，一定要去很真实的模拟自己打是怎么样，但是应该是没有抓 birdie 啊，我觉得。相信大家看完这集回去已经知道该怎么练球了吧？我相信知道怎么练的人，他就是会知道；不知道的，他还是会继续的用力吹，对吧？所以回去好好的练习，透过以下方法，这都算是最基本的。所以之后呢，我们有机会会再教你更进阶的练法，或是告诉你选手他真的在练习的时候都是怎么样的练习。但是那个菜单，我相信大家是吃不下去的。因为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有办法，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最简单。你如果平常上班族、小资族练法没有时间的时候，该怎么练球，我们要拿捏的很清楚。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你们 Kevin J，下期见。